回顾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100年华诞。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心怀国之大者，披荆斩棘，坚毅前行，在助力全球抗疫、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全力以赴，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公共产品。今年，中国走上了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征程。在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谈到，今年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头。新冠疫情仍未彻底战胜，乌克兰危机又接踵而来，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动荡。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如何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中国外交又如何发力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感呢？来了解一下。对世界来说，今年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各国需要的是团结而非分裂，是对话而非对抗。这是今年两会外长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发言的开场白。随后100分钟的发布会，合作出现了80多次，团结一词也成为了贯穿全场的中国外交中心思想。当有记者问及对国际社会担忧世界再次面临分裂对抗，形成新冷战的看法时，王毅表示，中方坚定认为，正确的出路是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谢谢王国伟，我是深圳卫视执新闻的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同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不断深入，特别是在汤加、基里巴斯等国遭遇火山灾害和新冠疫情影响时，中国都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考虑到有些国家持续干扰破坏中国同南太岛国的关系，您对中国同南太岛国关系前景有何看法？谢谢。整场记者会中共有27名记者提问，深圳卫视是唯一提问的中国地方媒体。今年也是深圳卫视连续第4年在外长记者会上提问。王毅外长回应记者提问称，中国外交历来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因此，对于南太平洋国家这样的小岛屿国家，中国一直有着一份特别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还愿意同南太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中国是南太国家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我们愿意共同打造不同大小、不同制度国家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的新典范。3月4号，在今年两会全国人大首场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表示，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21亿剂疫苗，占中国以外全球疫苗使用总量的1/3，是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这12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将再向非洲国家提供10亿剂疫苗，其中6亿剂为无偿援助；再向东盟国家提供约1.5亿剂的疫苗无偿援助。在外长记者会上，王毅16次提到疫苗，9次提到抗疫，可见与全球其他国家携手抗疫，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张闪亮名片。同时，当前呢，乌克兰局势是多方关注的重点。在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针对乌克兰局势也提出了2大问题和6点倡议。那请教一下苏女士，您对此有何解读？那针对这样一个俄乌的危机，中国的解决方案和思路会是什么？我们观察乌克兰危机发展的过程当中，以价值观、意识形态来拉小圈子，来形成所谓的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共同的应对的态势，也是美国正在使用的一种手段。而同时呢，在涉及到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仍然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中国提出的方案是要标本兼治的，是要展现出大国担当的，同时呢，要目光长远的，要使危机能够真正的得以解决，而不是暂时的使危机能够得以一些抑制，而进而会进一步的累积矛盾，而进而爆发的这样的一种恶果。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今年仍然是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一年。
王毅外长谈到，2021年9月第76届联大会议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言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那这是中国再次为全球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那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不确定性之下，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为全球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呢？苏女士。中国尤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受到疫情的影响是更严重的，那世界可能会呈现一种所谓的 K 字形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身处困境难以摆脱困境的时候，这对于世界来说将会产生长远的负面的效果。所以当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时候，其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是我们希望在世界发展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掉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掉队。所以呢，从当时倡议的提出来看，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大国担当，同样也是一种全球视野。而中国提出之后，慢慢的会发现全球发展倡议成为了习主席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提出的又一个重要的倡议，同时也是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那么现在呢，这个国际公共产品可以说呢是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回应。重要的不是口号，而是行动。其实联合国2023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它设立有17个目标，包括消除贫困、饥饿、去除不平等这个实现可包容性增长等等等等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上的基本诉求。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看各国政府，包括这个各国政党各国政党其实提出了很多这种就是政纲来讲，都是为了实现就是可以从这个可持续发展倡议里面17个目标找到相对应的东西。但是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口号喊得多，行动的少。我们中国所少有的就是我们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是怎么做的。那在记者会中，王毅表示，为民服务、为民解忧是外交工作的应尽之责。中国外交将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做广大老百姓的贴心人，做海外同胞利益的守护人。那请教一下杨先生，您曾经是从事外交工作的，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外交工作中为民服务的这样一种特点？应该说，以我的经历和观察呢，就是为民服务这一块，那个跟以前相比呢，那是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这个双方面的互动。一方面呢，就是在大使馆这个深墙高墙里边的中国外交官，他越来越主动的走出去，就是使得双方的互动呢走得更近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那么外交部也搞了这个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说这个24小时的热线，就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反正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号码，你就能那个接通这个大使馆、总领馆，那么反映你的问题，求助你想要的这个帮助，这个都可以了。然后呢，现在网络发达了，然后我们又搞成这种云服务。那我们知道每年的外交记者会的特点就是深圳卫视对话多位外籍驻华记者，探寻他们最关心的中国外交政策议题。全球新冠疫情反复，世界经济复苏存在变数，世界对中国还有哪些期待？Actually,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foreign journalists that they want to know what is the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关键洞察力即刻播出。今年以来，世界局势复杂多变，新冠疫情仍未彻底战胜，乌克兰危机又接踵而来。那在这种局面之下，中国外交有何发力点，又将面临何种挑战呢？说到今年的中国外交，我觉得中国外交应该说它会扮演2方面重要的角色。一个方面的重要的角色呢，是服务于国内的重要的政治议程，使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够真正的行稳致远，使中国的发展能够更好的惠及世界。那另外呢，也会看到的是，今年中国外交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在展现更加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形象的方面，也要继续发力，尤其是应对当前国际舆论当中出现的一些妖风、一些邪气。那么中国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真实的面目，避免有个别人刻意地戴上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甚至有一些人呢要刻意地把有色眼镜加到别人的脸上来看待中国。那么中国外交呢都要发挥一种以正视听，同时呢也是和世界更好沟通的作用。
中国外交的发力点集中在一点，就是从各个角度去各个方面、各个战线、各个领域去努力的推动人类命运与共的国际共识，来加强呢这个国际合作，推进呢这个人类命运共体的这种进程。